朋友们好，我是清河，我现在正在一条小河边上的草地露营休整。没想到突然就下大雨了，饭都没来得及做，只烧了一点热水煮了个泡面。不知道这个雨会下多久啊？如果这个雨停得早的话，晚上我们还能去泡个温泉。我们的营地边上就有一个野生的温泉。现在也没啥事，只能在帐篷里面躺着了。这个时候单人帐就稍微显得有点拥挤。现在是晚上的3点半，这个雨不是很大，但是一直在下，还是有点担心的。而且这个雷就没停过，一直在轰轰轰的。起风了，不过问题不大，就当是提前适应了。进入雨季之后，这种天气应该会越来越多。刚好测试一下我这个帐篷顶不顶得住，这还只能算是中雨吧。朋友们早啊！现在是早上的7点钟，雨已经停了。刚刚起床的时候检查了一下帐篷，帐篷底下已经全部湿了，但是并没有渗透到帐篷里面去，这个帐篷还是完全扛住了的。不过下完雨之后，这个湿度太高了，身上还是有点湿漉漉的感觉。刚好现在去泡一个温泉。哇，有点烫。舒坦。好久没有这么舒服的泡过一个热水澡了。这个温泉还是不能多泡啊，泡久了有点头晕。打点水回营地，准备收拾收拾，离开这边了。这几天的话，天气都不是很好，大概率还会下雨。果然，开车前还是得好好检查一下。刚刚就发现这个后的刹车灯不亮了，还好调了一下。OK， 出发吧。发啊！我操！刚刚还觉得这个车今天开起来有点灵活呢，结果上坡的时候应该是有水，这边滑了一下。我操！这里你看裤子都给我磨烂了，还好不是太重，这里有点淤青了。哎我去！不对呀，这也没有水呀。刚刚从这边
拐弯上来的时候，哦，有一点水，这里应该是大货车下坡的时候流下来的水，滑了一下。从下面上来一个大 S 弯，之前走这种弯道的时候也摔过几回，要么是因为有水，要么是因为有沙子，还是大意了。这个位置就能明显的看得出来刚刚滑出去的痕迹，还好有这个保险杠和背包撑着。不是很严重，稍微撞了一下。这个碘伏，哦，还是有点破皮了的。正骨水，哇，这就爽爽了。OK， 问题不大。啊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再走吧。人教人教不会，事教人一次就会。现在过弯的时候特别小心了，慢慢走，慢慢开。哇，可能是肾上腺素下去了，现在被撞到的地方开始疼起来了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这个沥青路面比水泥路面要稍微好一点，抓地力会强很多。今日行程130公里左右吧，直接干到万峰湖去。马上就要到万峰湖了，朋友们，外面已经能够看到水面了。看，这边就是万峰湖。生态养殖库湾禁止钓鱼。哦，这边万峰湖这边有很多那种湾子都被拦起来养鱼了。很多地方也不是能够随便钓的。这边我在地图上面标记了一个位置，现在过去看一下，还有个2.5公里左右。这个位置在卫星地图上面看的时候还是一条土路，但是现在已经全部硬化了，可能这边已经变成一个钓场了。走吧，先下去看一眼，但是我估计不是太好，不是太合适。出了一点点太阳，但是后面几天下雨的概率还是挺大的。这边有一个老乡的房子，不知道有没有人住啊？感觉是个危房，要倒了的样子，可能没人住了。这个距离水边还挺远的。感觉还可以吧。这个水是暖和的。很干净，就是下来的路程太远了，想找一个能够开车到水边露营的位置。那边倒是有一条土路，可
可以到这个林子这边，不知道有没有平地啊？这个位置好像也还可以吧。现在下午5点半了，还能再转1个小时，那就往那边走一走吧。不行啊，这个路长满了草，现在是进退两难啊，没有掉头的地方。看，这下面是个沟，就只有一条小路，只能再往里面开一开，看一下能不能找个宽敞一点的地方。果然，这种土路还是不能随便进啊。就这么一条小路，原本这边应该是一条机耕路到里面去的，但是没人走，就荒废了，长草了。哦，打到手了，好疼！继续找吧，可能找不到什么好位置了，就退水退的太多了，不管哪个位置距离水面可能都很远。又摔车了，还好只是原地倒车。这个太滑了，这里过这个泥巴的时候。哇！这边确实不太好找位置，很多像这种湾子都是拦网养鱼的，很多位置都不能钓，然后能钓的位置距离水边都很远，而且大多数位置都是人家的钓场，那边就是一个钓场啊，水面上拉着一道网。这个小草坪倒是挺漂亮的，但是算了，懒得下去看了，这种位置不太适合我。不准备在这边玩了，朋友们，我选的这一段位置不怎么好，没有能够找到合适露营的位置。啊？不是吧？坏在这下面就坏菜了。公路在上面，我走了好长的一段泥巴路下来。这是我这个月以来第2次打不着火了。上一次是我下坡的时候捏离合就突然断油了，然后就打不着火，放一会儿就好了。这一次哇，不会真的坏了吧？这个位置想找人来修都不太容易哦。刚刚摔了一跤，也没漏油什么的呀。
先放一会儿，等这个发动机冷却之后再试一试吧。如果不行的话，今天晚上就只能在这边露营了。那里还有个老前辈陪着。刚刚好像能点着火了。这是什么毛病啊？放一会儿冷却之后，然后点火，给油，就点起来了。看来有时间得保养一下这个发动机了。走吧，走吧。3天800公里，我终于到家了，朋友们。朋友们好，我清河，又是好几天不见了。前段时间刚进入贵州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这个状态有点不太对，感觉没有什么探索的动力了，所以连忙跑回老家休息了几天。然后今天的话，准备去我之前经常去的那个小水库玩一下。又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，这个时候走山路就要小心一点了。今天走的是一条新的路线，如果能够走得通的话，就会比之前走的路线都要近一点。现在那条溪流水还是挺大的，前段时间一直都在下雨，沿着溪流走不太好走。现在正在往山上爬，坡度还是蛮大的。遇到了一颗黄金，这附近应该还有这一颗，上面还有一颗，这里又是一颗。这次出来带的物资不多，既然遇到了，那就挖出来带上吧。这一颗年份应该不长，就在这个路的中间。哎呀，断了。
就这么一点。再把这一颗也挖了，看看这个黄金的年份都不是太老，搬一段下来，给它留个种。剩下几颗就不挖了，多留点种吧。这还是我第一次在我们老家的山上见到黄金。哦，这边还有好多颗啊！看这一颗，这还有颗大的，先留着吧。我去，这边竟然有鸡耕路。那我之前不是白白钻了一趟林子吗？哦，哎，也不算白钻林子吧，至少挖到了几颗黄金。哦，看一下，远处还是能够看到几个房子的。我们要去的位置就在这下面。到时候我们可以从这边回去，但是现在去水库的话，还是要走这个小路过去，不过比钻林子要好很多了。闲此舌不到疼，一种挺不错的野茶。穿过一片茶油地，可惜我回来晚了。如果清明的时候回来的话，还能找一找那个茶叶包，就是一种这个茶油树叶病变的一种果实吧，可以吃。走到这一片空地就没有路了。刚刚进去看了一下，里面全都是灌木，走不通。不过这边我又发现了好多的这个野葱啊！哇，好香啊！要不我再挖一点带着？可能是这边太干旱，有点贫瘠了。这个野葱长得不是太饱满。你看这整一片上去全都是。我们挑这些大一点的挖，很轻松，撬一下就出来了。OK， 这应该够一顿了。带着。现在得折回到那个大路那边去，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的路下去。其实离这个水库已经很近了，只要能够从这个山上下去就到了。但是这边全都是林子，太密了。这个季节的话，最好还是不要乱钻了。现在回到了这个茶油地这边，从这个山脊下去吧，然后往这边拐，这边是库尾，那边是那个水坝。这条路看来也不是太好走啊。这边好像有个大蘑菇，
哇，这个应该是茶油菇，不过这个伞盖怎么是朝下的？哦，老了。哎，一般的茶油菇它都是往上面翘的这个伞盖。看看这么大一颗，可惜坏了，不能要了。看来我这一次是没找对路啊！一会儿的话，估计还是得穿林子过去。诶，这下面好像有条路哦，看，这边有条路过去。这一次应该是没错了。什么鸟在叫？好吧，到这边又没路了。不过这边已经能够看到这个溪谷了，找个地方翻下去就到了。哦，是。兜兜转转，又回到了这一条我以前走过的老路。这条路是从大坝那边翻过这座山去枯尾的一条路。这条路，其实也挺难走的，所以这次我没有选择这条路。没想到又翻到这边来了，看来这个近路也不行啊，到时候回去的话，还是老老实实的溯溪而上吧。这条路以前是羊道吧，放羊的时候人家走的路，不是很好走。看下面就是水库了。终于到了。看，现在这条溪流的水量还是很大。现在这个水面上还是能够看到一些马口的。先把装备卸下来。再下去看看这个水库的情况。哦，我之前在这边搭的棚子用的防水布还在，上去看一下。坚如磐石。哦，已经被晒得有点脆了。一会儿的话，我们的庇护所还是在这里搭建吧。这里有一块平地，挺好的。
现在这个水库处于高水位的一个状态，那个拐弯那里的钓位是过不去了。这边这个枣树这里还有一个钓位，不过很久都没人来了，不知道还在不在，可能要重新开了。哦，这水面上好多的马口啊！现在鱼的话，先不着急的钓，我们得先把庇护所搭建起来。这边今天晚上的食物已经有了，这个野葱还有黄金，还带了差不多300克的大米作为开局的食物。OK， 上去搞一点竹子下来吧，准备搭个床。在野外睡觉的话，远离地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把这些挡在路上的竹子砍掉，差不多就够了，应该有个7、8根了。再把这一根砍掉就好了。哦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吃点黄金，神仙鱼粮，甜丝丝的，跟那个地瓜一个味道。OK， 把这个旧的庇护所拆掉，然后把天幕拉起来，然后再根据这个天幕的位置，我们再搞张床出来就 OK 了。哦，跑了一个蜥蜴。我操！好大的疯子呀！不知道什么品种，还好只有一只啊。OK， 解决了。
OK， 这个天幕终于搭起来了，但是这个床还没开始弄，但是这个天色已经相当暗沉了，估计马上就要下雨了。哇，这里面不太好弄，还。马上就要天黑了，然后现在还差一个篝火，然后还得准备一点柴火。明天的话，极有可能会下雨，到时候篝火就放这边。那边的话用之前的防水布堵住了，然后这里面就能够挡风了，问题不大。砍一点柴火，之前来这边的时候还留了挺多柴火在这里的。天已经黑了，把这个菜洗一下，回去做晚饭。哇，有点多啊！好像打火机没气了。
现在那就只能用这个打火石了。来来来。多添点柴火，把火烧旺些。然后要把这些营地里面的枯枝败叶全部给它烧掉。这个落叶烧起来烟有点大，刚好把这个营地熏一下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准备来做个晚饭吧。煮个粥吧，省一点吃。把这个黄金放进去。盖上盖子。直接放进去烧，不锈钢的饭盒，耐造。搞一点炭火出来，准备炒菜。应该熟了。哎呦，哇！啊，这个粥没能煮成这个稀饭了。问题不大，至少熟了。这个野葱确实不错。这个黄金不知道熟了没有，尝一下。应该是熟了，但是不是那种糯糯的感觉，有点像葛根的味道。OK， 该休息了，朋友们。啊。